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22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为什么要在农作物种子上做文章啊？那这是因为中央工作会议明年的任务有一条这是第5条，解决好种子和耕地的问题啊。那么它第一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攻关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啊。第二要牢牢守住18亿耕地红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规范耕地占补平衡啊。那么这件事情我留意了一下啊，然后今天我发现，在谈这个事情，我就出来讲一讲。这在讲农业问题，但是我觉得它不仅仅是在讲农业问题啊，它还有更多的想法。先说耕地啊，然后我们再说种子，因为我重点今天是讲种子啊。那么耕地，今天新华社有一篇文章就讲近年来中国耕地数量下降，既有加快城镇化、工业化发展占用土地的原因，也有用地不节约、不集约的因素啊。那么因此必须对城市摊大饼圈地，坚决说不，坚持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3条控制线一起抓啊。然后讲了一堆这个怎么样保护粮食生产的问题耕地问题其实不复杂，耕地问题很简单中国的耕地问题是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的一部分土地问题就是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问题那么也是所有制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其中的一个基础那么现在耕地减少的原因他讲的是现象，其实本质是什么？其实本质是土地价值兑现的问题你没有人会跑到深山野岭里去拿一块地，没有人拿的地都是沿着城市边上的土地为什么？因为这部分土地增值了拿这部分土地的原因是因为它已经增值了，把它拿来以后兑现土地价值。耕地的减少的本质就是土地增值的这部分被人拿来兑现这个人有各种各样的人，有这个村委书记村委主任，也有是其他的开发商，也有地方政府县政府镇政府都有各种各样的主体，主要是把土地增值的部分拿来兑现，核心就是这个没别的。那如果你土地不增值，没有人会去打这个耕地的主意的所以这里面不是管理的问题是财富的问题所以耕地减少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增值了，耕地就会减少，拦都拦不住管也管不住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我们今天就不集中我们就不谈土地，我们核心谈种子问题。我们来看看到底中国的种子的情况是什么个情况去年10月18号第27届种子大会在廊坊开幕国内外有670家种子公司参加大会，那么大会累计客流量达到8万人次这规模还挺大签了5亿的合同，那么农产品的交易达到12亿那么中国种子贸易协会秘书长田伟红他在会议上报告2018年中国农作物种子进出口的情况。中国一年进出口10万吨种子吨那就很大规模那么其中进口 7.27 万吨那么进口的金额是4亿7500万，出口 2.8 万吨出口是2亿1900万美元，赤字就是2.56亿美元，合计
将近17亿美元，17亿人民币啊。那么对于一个每年有4200亿美元的这个国家来说啊，这2亿多美元的赤字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是它既然被当作明年的工作重点提出来，它背后肯定有想法啊。那么中央工作会议特别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啊，而且他认为这是一个卡脖子的事儿啊。到底有多卡脖子？我们来看看具体情况啊。就是说每年中国要进口7万吨种子啊。那么2018年中国进口种子的构成都是买了一些什么样的种子啊？蔬菜占55%，蔬菜种子占55%，水稻占32%，玉米占1%，然后就是花卉8%，根基快进1%，油料作物1%，其他占2%啊。那么在中国的种子当中主要的农作物水稻、小麦国产化率还是比较高的。当然主要是小麦的这个国产率比较高，水稻还是要进口那么玉米、马铃薯就土豆部分依赖进口蔬菜高度依赖进口。中国的蔬菜种子高度依赖进口，蔬菜的种子那么种子的普及那么种子的技术的普及远远高于这个互联网芯片之高新产业因为种子它是可以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做那么各个优势不同，玉米是美国蔬菜韩国，水果日本那么辣椒以色列它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优势的这个种子那么有种说法认为，种子既然普及度高，那么分散也很分散，是不是意味着低风险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就是当你跟全世界都闹翻了的时候，你的风险就很集中了那么中国的种子行业，大家都知道袁隆平是杂交水稻，中国杂交水稻之父那么中国在杂交水稻这个领域是有优势的，但是大家要知道有一点这个中国的种子行业还是很落后的。落后的原因是什么？落后的原因是还是制度像种子、化肥、农药，这非常市场化的东西这些产品都是中国农业当中非常核心的生产资料但是它非常的市场化，可是这些产品的生产高度依赖什么？在中国高度依赖国企跟政府部门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农业科技这个领域，它分别属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农业科技领域属于科技领域，然后呢，这个种子呢属于种子公司，种子公司是国企，农业科技是属于政府部门，它两个是没有关联的，它两个互不隶属。当它互不隶属的时候呢，它就没办法捏到一起去所以呢，它是两张皮。政府部门、科研部门，他就做他自己的科研，拿项目、拿经费去研究科研，他认为需要研究的项目，他和这个种子公司就没有关系，种子公司就不能够利用这个科研部门的技术，因为他们两者之间不匹配，所以叫两张皮那么这个体制，2016年曾经下过一个农业部跟科技部下过一个这个指导意见，但是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它分属两个不同的部门，谁都不听谁的，这个问题没解决以后能解决吗？以后也解决不了。为什么？原因是体制它控制了这件事情，就是本来
这个技术应该在谁那里？应该在种子公司那里。种子公司应该有足够的力量去建立你的科研部门啊。大家知道有一家公司叫孟山都，对不对？啊，孟山都就是一个这样的公司啊，他自己有非常强大的科研能力，然后把这科研产品变成一个产品，在市场上销售啊。它是个全世界最大的转基因种子的这个公司啊。我们等一下再讲。所以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在种子领域它不可能非常的发达。中国的事情经常是这样啊，就是说他搞突击可以，两个部门上面老大发话，必须搞定这件事情。好，这两个部门放在一起来，好了搞，好搞出来了，行，搞定了，最后各散东西，哎，这件事情就没有了。这个可以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在种子领域发生的事情，其实跟在中国在其他的领域，就是科技领域需要发生的事情，其实基本上是一样，除非这家公司自身有自己的科研能力，否则的话，他是搞不定这件事。搞定这件事情只是一个昙花一现啊，所以呢，中国要去解决这个农业种子的问题，无非是两个途径，一个途径就是你彻底改变你的体制。让种子公司进入市场，完全市场化，开放种子市场，这件事情可能吗？我相信不可能啊！我相信这是不可能的啊。那么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什么？另外一种可能性，他就继续他原来的做法，就是引进之后自己模仿进口替代，然后自己搞一堆的东西，然后再出口。中国大陆的大部分的路数就是这样，他为什么一直没有自己可以成长的技术，我们叫技术生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的机制就是这样的机制，所以你看在中国就没有像美国那种，它就科技生态它一层一层的。然后向周边延伸，这边又开始形成新的领域啊，然后不断的扩展，然后就形成了一个科技生态。在科技生态当中，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位置去发展，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中国不是，中国形成不了这科技生态，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它的体制，它没有这样的动力去做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一个企业，我现在所有的预算是什么？预算就是我做一个产品，跑到市场上去卖，然后卖的钱再去买原材料，再去投入做这个产品，再去卖。他从来没有预算去自己做研发啊，他没有这个预算，他没有从开头他就没想过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没有这样的。而做这件事做研发的机构，他只是拿项目，拿到项目，哎，我有个这个项目，行，我就开始做这个，它跟产品没有关联，这就是中国的体制的问题啊。那么孟山都我介绍一下，孟山都是一家美国的跨国公司啊，专门生产，他们以前发明过很多很牛的东西，最牛的是什么？ DDT 是他们公司发明的啊，还有一个是落叶剂是他们发明的，落叶剂就是越战的时候让那个树叶掉下来，是他们干的啊，是他们生产的东西啊，这个一撒下去，因为美军发现看不到游击队啊，怎么办？就让这个树叶掉，树叶一掉，我能看见树林里面有人。他们还发明了什么？还发明了糖精，是他们发明的啊，他们很厉害。这个孟山都这家公司很厉害。后来是2018年被德国的拜耳是一家非常著名的这个叫什么化学公司被他收购啊，收购完了以后就退市啊。它其实是一家美国公司啊，然后他在2001年跑到中国去开始做中国市场，
跟中国种子集团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然后就卖它的这个杂交玉米种子，非常受欢迎啊，玉米种子啊。然后在这个转基因市场上面，这个孟山都呢是个垄断的巨头啊，它是玉米、大豆、棉花啊，这占据市场70%到100%的市场啊，全世界转基因种子是它非常的厉害。它到2009年它的财报啊，当年2008年大家记住，2008年是金融危机，2009年它的营业收入达到创纪录的117亿美元啊，净利润是21亿美元啊，这家公司非常的厉害。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在转基因市场当中，它是全世界拥有专利最多的一家公司。这就是个强大的企业啊，这就是强大的企业，这就是真正的科技的公司的力量，在种子这个领域它所发挥的作用。那么中国会不会有这样的东西呢？中国基本上看不到这种可能性啊。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讲的是什么？就是你看一下种子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啊，它放到了这个中央工作会议的明年的第5项要做的事情，其实排的蛮前的，蛮重要的。但是中国其实每年只进口，在种子进出口，中国有进口也出口啊。那中国进口一年进口7万吨，也蛮多的。但是中国只付出了2.56亿美元，2.5亿美元的逆差，就不算逆差，我们就说整个的进口。一年才进口了多少呢？一年才进口了4亿，不到5亿美元。对中国来说，这根本不是事儿，因为中国每年有4200亿美元的顺差。那么这么点钱，他为什么要这么重视？他的心里在想什么？这里面还有2个问题，就是水稻中国要进口一些种子，但是中国其实还是在出口水稻。大家要知道，过去20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成为第2大经济体。中国是享受了整个全球经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成果啊。那么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获益的国家，而且与此同时，中国也成为一个非常依赖全球供应链的国家，所以。中国基本上在各个领域都需要全球供应链的支持，其中包括什么？包括种子啊，包括种子。那你可以看过去一段时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芯片也好啊，煤炭也好啊，我们现在还没讲石油呢，石油一堆的事儿啊，煤炭也好啊，铁矿石也好等等。你把中国排名前10的进口的产品拉个单子，你就知道。中国的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它非常依赖全球的供应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是最没有条件跟其他国家翻脸，特别是大规模翻脸，那是不存在的。但是既然他要把种子这么小的一个 category， 就是这么小的分类的产品，都要放到他中央工作会议里面，你可以想到。他是不是在做一个准备？什么准备？就是有可能全部翻脸。你想一下，一年才进口不到8亿美元的一个这个产品，要放到如果这个级别都要放到这个中央工作会议里面去的话，你想想中国的进口得把多少东西得放进去？那你把那个进口的类别拉一个单子，排到前面至少有1000项都有。但是种子不同，种子跟什么有关系？跟粮食有关系。当有粮食的问题的，你想一下，中国进口粮食今年增加了30%，那说明什么？说明今年粮食生产欠收。粮食生产欠收怎么办？明年当然，其实粮食欠收核心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水灾、风灾，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疫情啊，这一堆的影响这么大，他还在说统计局说还是丰收，那是不可能的，丰收你不会进口这么多粮食啊。粮食问题，大家知道苏联是怎么崩溃的吗？其实苏联的崩溃就是因为粮食问题，苏联最后是破产，经济破产，经济破产有一涨一跌啊，跌是什么跌？跌是石油价格跌啊，石油价格跌得非常的低啊。苏联当时是它唯一的出口的产品，当然也武器出口，那个时候也比较难，主要还是石油出口。石油出口换取外汇，目的是什么？买粮食。石油现在的俄罗斯是一个粮食出口国，当时苏联是一个粮食进口国。你想一个国家，苏联还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吃不饱，中国现在的情况跟那个时候情况是差不多的，中国还是要进口。虽然我们讲总量是够的，但是其实中国人吃的粮食，中国自己种不到那么多，所以粮食的问题成为什么呢？成为当年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因为他要进口粮，因为进口粮食十万火急，停不下来，所以由于出口石油得到的钱越来越少，而粮食进口量越来越大，最后苏联是破产啊，虽然破产，中国不至于破产，但是如果中国跟其他国家都闹翻了，别人不给你种子，你想自己种都没有用，这就是个问题。当然，其实种子是个问题哈。如果中国要把这些问题全捋下来，比农作物种子影响更大的是什么？我们不讲芯片，我们也不讲铁矿石，其实比种子农产品的农作物种子影响更大的是种猪。中国的种猪还是需要进口，那个对进口的依赖度更高。如果你要把这些事情全部准备好，我是觉得中共这个思路有点脑子转筋了啊，有点脑子转筋。因为什么？你想一下，中国大量的在出口，每年有4200亿的贸易盈余，它在大量出口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其实中国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度是非常高的啊。那么尤其是什么？尤其是美国、日本、欧洲这三大市场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的目的地。其他虽然中国在开拓非洲市场、东南亚市场，但是没有，当然能够支撑一些产能啊，但是那个挣不着钱，能挣着钱的就这三大市场。那你想一下，如果你真的跟西方国家翻脸，你连这个种子这个心思都要动的话，那你要动的心思就太多了，太多领域的问题。我再举个例子，机床、数控机床，中国所有的制造业都需要机床。你那么多的制造业要机床的话，机床中国自己18罗汉就是国企，都已经差不多完蛋了。你还是要进口，其实你要进口的东西就实在太多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你可以看出来啊，中共在做一些准备啊，这些准备就是有战略性影响的产品，它开始做一些部署啊，包括农作物的种子，但是这些准备，我认为意义不大。为什么？如果中国真的要去进行一个内循环的话，真的要变成一个内循环的话，它现在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它可能会跌到10以外去，为什么？需求没有了。当你没有需求，没这么多的需求，你出不去的时候，当你的产品都出不去的时候，你想一下，中国光印刷厂得多少个，
中国做鼠标的得多少个厂子在那做这些东西？中国你看看义乌有多少家庭的这种小工厂在生产这些小商品，在出口。如果你出不去了的话，这些厂子全部都要倒闭的。你生产不需要生产，中国生产了全世界80%的相框，你信不信？中国就是3家工厂生产了全世界80%的相框。中国能用多少相框？10%好吗？那意味着什么？那至少得倒闭到2家。所以中国经济其实是高度外向型，是高度依赖国际市场，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如果中国和这个国际市场，特别是欧美日市场切断的话，你就看一下这次铁矿石的情况就知道，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现象，就是你就会发现整个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全乱套，就是一个这道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件事情看出来中共在动一些心思，但是这些心思的背后应该是一个非常灾难性的情景啊，大概是这样。这是一个。我再讲一个啊，今天其实我还想讲一个什么新闻呢？讲一个反食品浪费法案啊，今天是12月22号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啊。那么这个法案呢规定什么呢？这个规定电视台音像网络音像服务制作发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的这个节目或者音频信息要责令整改要予以警告，不改正的要罚款1万以上10万以下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可笑啊。然后这个法案呢说明草案共32条，对定义反食品浪费的原则和要求、政府部门和职责、各个主体责任、监管措施、法律做了规定那么同时草案对餐饮服务提供者做了规定，要求餐饮服务提供者主动对消费者进行防止食品浪费的提示提醒很多然后这个法案是在这个发言人是这么说餐饮浪费表现为对食品、食物、粮食的浪费，涉及食用、销售、加工、储运、收获等多个环节等等讲了一大堆我就不具体再说了。为什么要讲这个？当然跟我们刚才讲种子有关系。很多人都在联想是不是现在粮食不够了，所以要做这个要反对这个餐饮浪费这个反对餐饮浪费是不是中国粮食不够了第一，这个法案当然非常的荒唐为什么非常的荒唐？那你想一下，我们就想它其实归根结底还是餐厅它其实所有的这个法律的针对的对象就是餐厅，因为你没别的场景去浪费粮食。那么这个餐厅呢里面我跑着去餐厅吃饭，我本来一个人吃，我叫一个菜一个饭够了结果我叫了3个菜，我吃不完我不打包我走了那是我自己的钱，你说这是浪费吗？餐厅老板很高兴没有人损失而且这些粮食中国的这些厨余也不会倒掉的，会拿去喂猪的。所以这个法律本身非常的荒唐虽然有人会延伸说是粮食不够了，我认为这不是粮食不够。你看到的一些我们经常讲，你看到的一些不合理的事情背后一定有合理的原因，一定有你不知道的理由。就是说你看见一个这样的东西出来我们首先要想一件事情，这里面的利益主体是谁？就是说这里面有没有钱？但是没有钱的法律是出不来，一定是有钱，只不过我们没有看到。我把这个法律读了一遍，我就知道
这里面肯定是有钱，钱在哪里？钱在餐厅。你要看见一件事情啊，中共其实做事情就很简单，你就要看谁在掏钱，谁在收钱。这件事情它最终落脚点落在哪里？最终的落脚点不是落在刚才讲的啊，你宣传这都是表面的这些花花泡泡啊，泡沫。真正底下什么？它最终会落脚点落在哪里？餐厅的厨余，最后是厨余收费。那么掏钱的是谁？掏钱就是餐厅，因为厨余反映了什么？厨余就反映了他这里面讲的粮食浪费，然后就厨余进行收费，然后谁收到钱？当然是政府了，然后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钱收。其实这件事情花式这么多，其实最终落脚点还是餐厅，没有除了餐厅以外，没有其他掏钱的人，就是落脚点就是餐厅啊。这件事情就跟大家稍微的解释一下，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讲两个稍微轻松一点的话题，因为我今天看了一下有一些新闻啊，有些新闻我又不想讲啊，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还不如讲一些，这些更有怎么说呢，更接地气的新闻跟大家讲讲。我们也不能天天吃，我们也不能老是吃硬菜啊。好吧，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我们看看今天大家有什么高见啊？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今天这个内容呢，就相对比较简单，也比较接地气一点啊。Ava 黄，谢谢。阮光能，谢谢啊。问题，请问王先生啊，中欧投资协定如果达成，会产生什么后果？本来我今天想讲这个，但是我又觉得怎么说呢？现在这件事情还处于一个微妙的状态当中啊，它全称叫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啊，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谈了7年啊，今年9月份，今年10月份，今年12月份3次啊。中欧两国的元首都对这件事情做出了政治决定，就是要在今年之内搞定的啊。那么其实上个星期已经有消息传出来，说这个双方已经差不多双方应该是谈判已经结束了啊，就是说谈判已经完成了，那么剩下就是最后拍板的问题啊。这件事情最积极的当然是德国啊，德国又是今年欧盟的轮值主席国，所以德国非常坚定的希望让这个协定在今年年底之前签成啊，这是一个有战略性的协议啊，这个战略性的协议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现在面临中美对抗的巨大的政治压力，如果他能够跟欧洲签订一个这个投资协定啊，那么他在政治上取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支撑啊。我们之前讲过，中国的对外关系核心是什么？中国的对外关系的核心就是中美关系啊，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整体战略的支撑和支柱。那么现在中美闹翻呢，那么这个支柱等于崩溃了啊！我经常讲的是，中美之间的政治基础，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已经不存在了。当它政治基础不存在的时候，其实美国政府可以在任何领域对中国发动进攻。所以我为什么经常讲，
美国政府就不要再去什么什么鬼签证了，现在还惩罚，惩罚来惩罚去都是制裁来制裁去，要么就上清单，要么就是签证。签证100次，你禁止他100次，跟禁止他1次是没有区别的，对吗？我都说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已经不存在，不存在是什么概念？不存在就是你没什么跟他没什么顾忌的了，所以你要跟他翻脸，你就可以选择任何地方对他进行攻击，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地缘政治都可以，甚至可以什么？你真的稍微的像样一点的，做戏也要像样一点，你就把在美国的财产公布一下。真的你要真的要让对方痛的话，你就公布一下财产，然后冻结一下，不用全部，找几个典型个案，找几个典型的人物公布一下就可以啦，就又痛又有影响了。你现在老是这个制裁，什么签证制裁，我都看腻了这个戏码，所以我不愿意讲啊。那么中欧这件事情，现在的情况，中国是需要这个投资协定，这个协定将会成为中国跟欧洲关系的基础，因为中国跟欧洲的关系没有其他的基础，政治基础不存在。为什么？双方价值观是对立的，所以他只能用经济利益去捆绑对方。经济利益捆绑对方是什么？那就是中国市场，那就是投资协定。所以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支撑。所以中方的态度不言而喻。那么对欧洲来说，欧洲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欧洲现在的情况就是他很想签，但是呢他又有顾忌，顾忌哪里？顾忌拜登啊，因为拜登那边之前他向美国发了一个邀请，意思就是我们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呗，我们把之前不愉快的事情抹掉，我们重新建立一个联盟，建立新的关系。因为川普的美国优先的政策实际上是跟所有的盟友翻脸了，所有的盟友都觉得不高兴，大家关系闹翻了。那么原来的盟友的关系就不存在，盟友的关系不存在，那现在有个共同的对手是谁？中国。那我们单独对抗不好打这个仗，那怎么我们得联合？这其实是西方国家的一个共识。欧盟其实是在这12月的月中正式向美国提出来一个这样的发了一个这样的函给美国。美国现在处于一个不明确的状态，川普总统不认输，然后拜登又没办法进行接管，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这封信给了美国，也就石沉大海，没回音。没回音呢，现在拜登那边也很尴尬，这个川普这边呢也不知道怎么着，所以这件事情呢，那中国那边就拼命的往前推，欧盟也想签，但是欧盟有顾忌万一我签完之后，这个新政府不高兴怎么办？我们以后就没办法处了，所以欧盟那边有点犹豫。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个这样的情况。对欧盟来说，欧盟有2个想法，有2个期望。第一个期望当然是跟美国结盟，继续建立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关系，跟美国，他才能够面对中国，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但是欧盟又不想变成美国的一个附庸，他要建立独立自主的一个他自己的定位，这就是欧盟成立的目标。如果他实现不了这个，他就不用成立欧盟，他自己各过各的不是更好？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他既想独立，但是他又想跟美国建立更强有力的关系。美国的态度就不想你那么独立，美国的态度就不想欧盟那么独立。这是为什么美国支持英国脱欧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这也是欧盟不高兴美国的一个原因。所以这里面有一系列的微妙的关系在这里面，就是不高兴也有不高兴的理由，需要又有战略的需要，所以大家不能够一刀切说啊，你喜欢他，那我们两个就好呗，没有那么简单，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所以怎么样成为一个世界领袖，他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协调大家的利益，能够摆平，你得吃点亏，你才能做带头大哥啊，这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那么我印象中是拜登团队的，就是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啊，苏利文出来讲说，希望等等等等，我们是不是再讨论一下，我们怎么共同面对中国的问题？苏利文是表达了一个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可见拜登团队其实是很在意这件事情啊，很在意这些。但是下一步怎么发展，欧盟到底怎么看？我觉得现在最急迫的是什么？就是拜登团队怎么样去跟欧盟进行协调沟通，统一立场。如果欧盟没有管美国，不管你怎么着，我先签了再说，这件事情就不好说了，后面的发展就不好说了啊。情况在中国种子行业工作20年，太好了！去年9月在廊坊召开的是北京种子大会，主要销售蔬菜种子。这样的大会一年在中国有4个：武汉、哈尔滨、北京、广州。大田种子因地域性没有全国性的种子交易，蔬菜种子市场是开放的，粮食种子高门槛准入，各农科院都有自己的销售渠道。外国公司种子主要是品种好、高产。外资公司制种原则也是在销售国当地制种，如果没有进口种子，最大影响的是高产栽培。OK， 谢谢谢谢啊，我没那么了解啊。提问：英国脱欧以后，3个英国联邦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正在筹划组成新的英联邦4国政治经济联盟。Kanzuk 啊 ，OK， 王老师觉得这个联盟的可行性有多少？零，为什么？大家要知道形成一个联盟啊，一定会有一个什么呢？会有一个头，就是一定要有人出来挑头。挑头这个人呢，吃小亏占大便宜，就是他得吃一些亏。然后他占一些大便宜啊，大概是这样。那么如果3个英联邦国家加上英国啊，那么形成一个这个挑头，毫无疑问是英国。但是英国现在国力没那么强盛啊，他愿不愿意这么干？我觉得英国不愿意这么干啊，英国未必愿意这样，因为大家知道，如果你仅仅是一个阿鸭联盟，什么叫阿鸭联盟？就是号称是个联盟，我们在一起开个会，吃吃喝喝，没有意义。联盟必须有一定的紧密度，它才会真正有影响。而这个紧密度通常是会有一些什么情况？就是你得让渡一些权利出去。你比如说北约，北约是个军事联盟。军事联盟是什么意思？军事联盟就是你得让渡一些国防的权利出去，比如说你的军队的指挥权。你可能得交一部分出去，交给这个盟最高这个统帅部，那么你自己就不能够完全有指挥权，你指挥权可能大部分交给了这个北约，大概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啊。那到时候打起仗来，那北约的这个司令部在指挥这个北约的部队打来打去，那你得服从他的这个指挥。我们就意思就是，当你要成为一个紧密的联盟的时候，你要让渡一些权利出去，然后呢，领头的那个国家呢，你得付出一些代价，对吧？你得多掏点钱啊，你得提供一些支持啊，等等。那或者是你有足够的实力啊，让大家来依附你，那么这才能够形成这种有紧密度的联盟。那我现在看不出来。英国现在有这样的想法啊，
观点，坐标澳洲，经过这次疫情和贸易纠纷，社会各界的普遍观点是，以后供应链和贸易都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要寻找替代市场供应链，非常正确。这是什么？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就是美国退出这个领导地位的时候，就是美国优先，这就是美国优先的后果啊。美国优先的后果是什么？美国优先后果，美国其实是在往回撤，就说美国原来在维持全球的政治、经济、贸易，还有其他的地缘政治的这种关系。那么如果你不听啊，我们有规则，我先遵守，你们都得遵守。比如说贸易我遵守，你们都得遵守。加入的，如果你不遵守，我就制裁你，我联合大家一起制裁你，所以大家都要遵守这件事情。那么美国一撤出来之后，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了，这就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你想一下，这个中国跟澳洲是签了自贸协定的，中国还对它的红酒进行这个反倾销制裁，这很荒唐的事情啊，这非常荒唐的事情。而且它又是 RCEP 的成员啊，两个国家都是 RCEP 的成员，然后两个国家都是 WTO 的成员，都不管用，中国该干啊干嘛，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来出来主持正义了。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现在，当美国往回一撤的时候，全世界都没有安全感，全世界都没安全感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大家都得自己找个安全的位置待着，大家都在找安全的位置待着的时候，就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世界就会重回丛林法则，就是回到二战以前的状态，这是非常危险，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感谢及观点，感谢王老师的节目，近1年来一直在跟，对自己建立正常思维方式提升很大。观点，昨晚问家人有没有能想到哪一样东西落入他们手中，然后有好结果，细想了一下，没有一样。是啊。提问王老师你好，我一直不明白一个问题，中国疫苗第3期临床实验没有做完，中国药监局没有批文，为什么着急打这个疫苗？世卫组织不管吗？这等于是半成品，怎么还能给国人用？什么还能够出口给其他国家？那些国家也真敢要，民主国家对中国疫苗没有意义吗？中国自己内部的事情，其他人世卫管不了，世卫是管不了的。那么第一个，药监局是没有批文，反正他没有公布有批文，然后组织全国几百万、几千万的人在打，这件事情是个什么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乱来的事情，这就是叫什么？草菅人命啊，就这个，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想，你比如说像欧洲的药监局啊，给了这个辉瑞疫苗紧急授权，然后在这个授权之下，欧盟开始打，美国也是一样，美国 FDA 先拿这个数据来，我来看，然后最后有个委员会投票通过 FDA 给紧急授权啊，这是有程序的啊，这叫什么？这叫程序正义，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政府做任何一件事情，你都必须有一个程序，不能违背这个程序，违背这个程序会打官司的啊，就是违背了程序正义。那么在中国有没有程序正义？当然，中国没有程序正义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它就乱来啊。程序是干什么？程序是约束政府的啊，所以它基本上在乱来啊。提问：政府知道科研骗经费，科研也知道，政府知道他们在骗，有没有办法跳出这个循环？他们不想跳，要跳肯定能跳。就是都不想跳，政府也不想跳，科研也不想跳，就是这样。
观点：关于洗脑、抵制普通话对南方文化的同化侵蚀，就是为数不多的抵制方式之一。没有大量个体的抗争，就不会有体制的改变。没有躺赢，广大网友与其喊口号发泄，不如好好的传承好母语，坚守南方的传统，讲好广东话，讲好上海话，讲好江西话等等。在不必讲普通话的时候，就不要因为偷懒不讲母语。抵制普通话的霸凌就是毫无风险的，几乎唯一可做的努力。还是那个思路嘛，中共的思路就是秦始皇的思路嘛，这个书同文，车同轨嘛，就是这个思路嘛。观点，他们完全没有多元文化的思维，他要的是一元。一元是什么？一元就是中共中共就是一元，其他元全部都不需要观点：中国大陆是真正的地大物博薄弱的薄，也没有吹嘘的14亿人市场，能源和原材料严重依赖外国进口，产能也严重依赖欧美市场来消耗。主要是真的内循环，就真的慢慢回到以前的日子。5年后估计就是2000年的水平，10年后估计是80、90年代的水平，差不多，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观点：中国现在3大软肋，外汇、能源、粮食，就是搞不懂。3大软肋中的2大，外汇、粮食对美国都有严重的依赖，还要不断的对抗美国，自杀的节奏。哪天美国把伊朗搞成和伊拉克一样，那能源软肋也悬了。我一直在讲一个问题，就是美国要中美对抗，实力悬殊。实力悬殊什么意思？就是美国对中国的制约和中国对美国的制约不对等，巨大的差异所以如果美国一直在用签证政策来制裁中共的话，我觉得美国就不必去讲什么中美对抗，没有意思。提问：美国优先不能建立一个排除中国的国际组织吗？我看不出来美国优先会有搞一个国际组织的想法。美国优先其实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孤立主义。孤立主义搞什么国际组织？请问王老师您好，能把如何预防孩子在学校洗脑的会员视频开放吗？谢谢。老实讲呢，我就不大愿，我不是不愿意我是愿意，但是我不能这么做。为什么？因为会员视频是会员的权益我对会员是有承诺的，就是说我给他们的视频就是他们能看，因为他们付了钱，钱多钱少是回事，因为他为此付出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让我再想想，我是有犹豫的因为这是有承诺答应的事情，我不能够随便破掉之前有一些例外，是因为我在节目当中问过，然后有人同意但是我知道也有人不同意不同意的人就不讲为什么？不好意思讲。所以我理解这件事情呢，我有些犹豫让我想一想好吗？提问：父亲从小告诉我，党的号召不响应不反对，这话对吗？不响应的意思就是党的号召是党的号召，我不去响应，因为我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不反对的原因是保护自己就是这两个意思。我觉得这件事情做这种回应我认为是对的就是说当然有勇气的人去反抗我是非常的敬佩但是我首先我不去响应不去呼应它，这个首先是一个正当的行为，然后不去反对保护自己
我觉得这也无不可啊，也是一个正当的行为啊。至于有些人出来反抗反对啊，那是有巨大勇气的人，我们非常的钦佩他，好吗？提问：王先生在5月的节目中提到，美国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会动摇香港金融中心的根基，是川普出的最重要的拳。半年过去了，这一举措对香港真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吗？没有。为什么？美国根本没有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地位，没有取消。美国取消的是香港特殊待遇，所以没有取消啊。本来大家期望美国会做这个动作，结果美国没有做这个动作，美国只是做了很轻微的一些，让香港你的产地必须改成中国，没了。所以川普总统的很多措施都是这样的情况，雷声大雨点小，最后轻轻的摸了一下啊，没有产生我讲的那个节目的影响，所以我的很多节目都被忽悠了啊。观点感觉王老师真的是中国通，说的这些让我们了解另外一个面向的国情。这些老师都要是不说，感觉外行人也是不能了解的。OK， 谢谢啊。明谢 Renee Mac， 谢谢。漫画拼图，谢谢。提问：王师好，请问中国向台湾使用研发替代役，强迫年轻人为企业低价工作2年的可能性？台湾有这样的事情吗？向使用研发替代役？我不了解什么叫研发替代役，为企业低价工作2年，有这样的事情吗？我没有听说过啊。这种可能性，我认为在中国是0，在中国可能性是0啊。为什么？因为他一直都在帮企业低价工作啊，什么时候不是低价帮企业工作了啊？好吧，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在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